女人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能让村民们如此疯狂，对着她和她的丈夫拳打脚踢，甚至扒光了她的衣服，剪掉了她的长发。女人名叫露西，从小她就和父亲生活在一座渔岛上。这天，岛上的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查尔斯，神父让露西前去迎接他。一路上，他们一见如故地攀谈了起来。查尔斯温文儒雅，性情温和又十分的有学识，和岛上大多粗鄙的男人相比，查尔斯整个人都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往后的日子，露西时常来到学校和查尔斯见面。虽然查尔斯比自己年长许多，但露西却毫不在意。半年后，查尔斯被露西的真诚打动，他们在村民的祝福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在当地有一个风俗，新娘在新婚之夜可以接受异性们的亲吻。长期觊觎露西美貌的男士们都趁机亲近着露西。查尔斯看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如此深得男人们的喜爱，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复杂的神情。而此时，一个名叫汤姆的单身汉也将自己的脸凑了上来。汤姆的长相十分丑陋，平日行为非常的怪异，在岛上处处被人们嫌弃着。露西面对汤姆的热情，她面露难色，还好父亲及时扑了上来，才化解了女儿的尴尬。接下来，汤姆被人们无情地嘲笑着。面对众人越来越疯狂的局面，查尔斯冲进了人群，将妻子抱起来走向婚房。怀着对新婚第一夜的憧憬，露西既紧张又期待。听见查尔斯进门的脚步声，她娇羞地躲到了床上。可查尔斯亲吻了露西后，却合衣而睡去。他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，又有许多的难言之隐。当晚，他们并没有任何亲密的动作，但查尔斯细腻也非常的有仪式感。在生活上，他对露西无微不至，可他却一直抗拒着丈夫应尽的职责。露西百般不解，但又十分的无奈。他们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样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每一天。这种看似安稳的日子，在20岁的露西心里苦不堪言。从小一直很关照着露西的神父察觉到了她的异常，但露西对于这样的委屈，她却无从说起。神父告诉她，查尔斯是一个非常值得托付的人，他让露西要懂得珍惜，毕竟在小岛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精神如此富足的男士。露西称，查尔斯欺骗了她，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面对露西喋喋不休的控诉，神父十分的不解，他认为露西的欲望过多，违背了上帝的教导。他一怒之下打了露西，可才过了1秒，神父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。他解释道，他只是希望能看到露西幸福。直到有一天，小岛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就是刚从前线归来的英军上尉斯特。斯特的脸上留着战争的痕迹，他忧郁感性，似乎总是带着许多的心事。一天，斯特来到露西父亲的小酒馆，而恰巧当时露西也在店里帮忙。看着露西一脸岁月静好的模样，这瞬间吸引了斯特。露西也坐在一旁，打量起这位奇怪的客人。在酒馆的角落里，汤姆不停地用脚踢着木板，这刺耳的声响就像战场上散落的枪声一般，深深地刺激着斯特。斯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可汤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直到斯特全身颤抖着冒着冷汗，露西才将汤姆赶了出去。此时的斯特思绪翻涌，露西也感受到了斯特的痛苦，她忍不住地伸出手，紧紧地握住斯特。这样的温暖让斯特逐渐地平静了下来，而斯特独特的气质也深深迷住了露西。他们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了一起。而此时，露西的父亲和村民们正浩浩荡荡地向酒馆走来。他们看见了一身军服的斯特，露出了极不友好的表情。岛民们非常地排斥英军的到来。斯特离开后，露西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内心，另一边的斯特也是如此。露西的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而查尔斯一如既往地专注在工作上。露西压抑的情绪到达了极点，就在他跑出房间透气之时，不远处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向露西走来。这一幕瞬间让露西心跳不已。他们隔着鲜花盛开的院墙，约定了次日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隔天一早，斯特早早地等待在废弃的瞭望台前，露西也如约到来。他们骑着马来到隐秘的树林之中，这种从未感受过的浪漫对于露西来说来得有些迟。她一边接受着道德的谴责，一边又十分享受这样的激情。他们就那样一前一后走在丛林之中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但又胜过千言万语。心灵的交流让他们更加的靠近彼此。斯特温柔地抚摸着露西，一件又一件褪去露西身上多余的寡见。在荷尔蒙的刺激下，他们享受了片刻的欢愉。
回到家的露西面对着查尔斯，她感到十分的愧疚。查尔斯看到露西衣裙上的泥土，露西谎称自己骑马时摔倒，是刚到镇上的军官斯特扶起了她。查尔斯非常心疼地关心着妻子，露西更加的自责。一天，查尔斯带着学生们来到海边讲学，他发现自己的脚下有2串一深一浅的脚印，很显然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印子。查尔斯的内心瞬间燃起一丝怀疑，他跟着脚印一直前行，在一处峭壁的后面似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当他抬头时，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和斯特无比亲密的一幕。另一边的汤姆也在峭壁的洞穴里发现了斯特的勋章，汤姆仓皇逃离的样子被高出的露西看在眼里，而当汤姆回头时，他也发现了惊慌失措的露西。回到村子里的汤姆将斯特的勋章戴在自己的身上，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炫耀，这引来了村民们的嘲笑。而非常反感英军入住的村民们对于汤姆无知的行为，他们强烈地谴责着汤姆。刚好此时露西回到了村里，汤姆上前做着怪异的行为，露西努力保持着镇定，然后快马加鞭离开了人群。回家后，露西遇到了神父，神父早已听见了风言风语，他劝告着露西不要继续执迷不悟，这样将会毁了他的人生。谈话期间，查尔斯走了进来，他风轻云淡地问着露西今天是否去了海滩。露西极力地否认着，可一转眼，查尔斯却在露西的帽子上发现了许多细沙。查尔斯的猜想得到了证实，他继续来到卧室，想要寻找更多的证据。在露西的抽屉里，他果然发现了一枚精美的海螺，可他从未带着妻子去过那一片海域。但面对露西的时候，查尔斯并未有声张。不久，风言风语便传遍了整个海岛。当露西来到商店购买生活物资时，店里的女人们纷纷对她投来异样的眼光，老板娘也拒绝售卖商品给她。露西似乎看穿了一切，她只好悻悻地离开。另一边，海盗的反英组织们正在秘密进行着地下活动，他们袭击着驻扎在岛上的英军，并希望将这些士兵们全部驱赶出小岛。随后，一些居民被英军逮捕，村民们更加的愤恨他们。神父找到查尔斯，他希望查尔斯出面阻止露西继续和斯特的情感纠葛，可查尔斯仍旧自欺欺人地回到着神父，他一日既往地相信露西。不料隔天，至高无上的教父带领着村民们闯进了查尔斯的家里，他们声讨的对象并不是查尔斯，而是他的妻子露西。教父称，他们昨晚的计划被泄露，导致岛上的爱岛分子再次被抓，而唯一值得怀疑的对象就是和斯特有亲密接触的露西。尽管露西极力地解释着这一切并不是她所为，但她仍旧被众人拖出房间，在院子遭受着村民们无情的蹂躏。女人们撕掉露西的衣服，不停地羞辱着她，而人群中露西的父亲却逃离了现场。原来露西的父亲才是事件的使用者，他一直两面插刀，利用这时局的动荡为英军提供情报，获得丰厚的报酬。女儿为他背了锅，他却没有勇气站出来，直到神父的到来才阻止了这样的闹剧。神父虽然封建墨守成规，但他并不愚昧，他是岛上唯一的正义使者。他厉声指责了带头者，将他们从查尔斯的家里赶走。显然露西被这样的场面吓到，查尔斯一直陪在他的身旁，默默地关心着他。人群散去后，汤姆出现在了查尔斯家的院子里，他明白了露西刚才的遭遇，他想要为露西做点什么，于是他找到斯特，将这一切都告知了他。汤姆将自己收藏的军火全部送给了斯特。汤姆走后，斯特百感交集，其实他早已厌倦了战争，但身为军人的他并不敢违抗自己的使命。这些年，他在枪林弹雨中走过，生死对于他而言早已抛之了脑后。面对无休止的命令，斯特划亮了火柴，一声巨响惊动了露西。汤姆也几乎同时来到了露西的家里，将斯特遇难的事实告诉了露西。不久，查尔斯决定带着露西离开这座小岛，而他们有一个约定，就是体面的离开后各自去寻找自己的生活。查尔斯不再束缚露西，神父前来向他们道别。一路上，居民们都对他们避而不见，即使他们都深知露西并没有过错，唯一的过错就是在婚姻里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可没有人明白露西的苦衷。在经过露西父亲的酒馆时，露西不计前嫌地来向父亲道别，父亲真诚地表达着歉意，他称自己也是不得已才这样，为了继续在小岛立足，他并没有将事情说出来。父亲将自己的女儿送出门外，这样的举动也是对露西的一种赎罪。离开小岛的最后一刻，神父和汤姆一直陪伴在他们的身边。不一会，前来接他们的汽车驶来，一阵风吹来，露西的帽子被掉落，神父紧紧地拥抱着露西，汤姆也一脸心痛地看着他。临走，
露西亲吻了汤姆的脸颊，汤姆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暖感动。随着汽车逐渐远去，神父感叹道 I don't know. Come on, Mike.